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邓科、郑中立、赵丽颖是与凤航的定海神针，庆功宴，求求了！与凤航已经收官，但狂欢还没结束。如果有机会，赵丽颖、林更新三搭也在期待之中。这样的热度和呼声，再一次印证与凤航真的爆了。作为阅文集团旗下新力传媒与凤航的制片人，郑中立对网友的热情具有回应。如果有合适的剧本，肯定希望再合作呀，你说呢？突然被 Q， 导演邓科声音兴奋且嘹亮当然，随后哈哈乐起来。正所谓剧如其人，邓科思路清晰，梗多且密，会冷不丁立 flag， 希望可以做剧抛型导演，为人也十分风趣幽默。二人是第一次搭档，也都是第一次挑战浪漫主义仙侠喜剧。二搭主演，双星主创，他们是如何打造出东方神话爆剧的？珠玉在前，新力还会持续深耕仙侠赛道吗？赵丽颖是与凤航定海神针，邓科严厉，赵丽颖外强内柔，就是沈黎本人，喜欢美食这一点也和沈黎特别相像，不然剧组群名也不会叫与饭行。制片人郑中立则透露，项目从筹备有剧本开始，赵丽颖从始至终都是沈黎的唯一人选，他们都是内核很强、很稳的人，他也一直都是与凤航的定海神针。作为监制，赵丽颖全情投入，不管是剧本筹备、定景、抠细节，还是后期呈现，方方面面都参与其中。她很热爱这个项目，也非常的勇敢、果决，这让整个团队都很踏实。至于林更新，两位主创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一个很幽默、很有梗的人，1.8米几的大高个，耍起贫来却很像小孩。他每次来现场，功课都做得很扎实。在邓科的记忆里，他很认真，会在拍戏前一天做足准备工作，背下所有台词。选择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搭，优势尽显。以往有些拍摄，邓科需要帮对手演员迅速进入状态，摆脱陌生的隔阂，培养感觉。但面对已经很熟的赵丽颖、林更新来说，这个步骤省去了。他可以直接利用两人的感觉，挖掘出更多微妙的细节，不需要台词去说明表达，而是通过一个眼神、一个微表情，找到他们之间互动的那个节奏。邓科网速 8G， 他说观众最爱的90%的情节都来自剧组共创。像水中拽头发就是邓科和赵丽颖、林更新的现挂。起初他们想要不要联动一下《楚乔传》的结局水中捞月，很快又放弃，决定玩花一点，你以为很美，结果反差很大，既没有强行联动，又成就了新的出圈名场面。假扮渔夫的那场戏，涂黑皮肤也是临场发挥。那天赵丽颖先拍完，收工回了酒店，林更新、何宇继续拍河边聊天的戏份。邓科看着监视器里的两人，总觉得缺点什么，又想到开篇航云小院的岁月静好，不想前后太雷同，那是不是可以把妆造做到极致？导演脑海里闪过一个黑狗的表情包，然后林狗就成了黑狗，怎么变成了那样？收到现场照片的赵丽颖一个电话 call 过来，憋不住笑。邓科表示，这样的临场发挥数不胜数。所有人看到关于剧的问题，随时会沟通、碰撞，全剧组卯着同一股劲儿，要把它拍好，要好上加好。叨叨很好奇，如何组建这样一个有爱、有趣又不失专业的剧组呢？郑中立夸邓科是个很会的导演。邓科笑着表示，他和制片人偶尔喜欢组织聚餐，还会组个小局打羽毛球，几个月的时间，真就处成了一帮很好的朋友。加之年龄相仿，在各自领域都有过人的本事，彼此欣赏，相互依靠，
甚至到杀青那天，林更新还因为舍不得大家崩溃大哭。那还会找赵丽颖、林更新搭档吗？两人瞬间激动，几乎是异口同声的高呼：“当然啦，有合适的项目一定邀请三搭。”正是这种开放、螺旋式上升的交流形式，成就了项目的质量。复盘与凤航，我们做对了什么？郑中立从2019年初年就开始着手与凤航的剧本开发，有2年时间进行世界观概念的探索和创作。2022拍摄，2024播出，制作周期长达6年。连编剧九路飞香都说：“6年，孩子可以上小学了。”总的来说，这是一个松紧有度的项目。松的是他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，把每个环节做到极致；紧的是每个人都卯足了劲，必须完成一次工业化制作的挑战。2021年，郑中立邀请导演邓科加入团队。初见面，邓科直接拉着一大皮箱来的新历，里边装着与凤航的拍摄方案、参考书。一直听闻导演非常有才华、有创意。当时我看到导演拿了很多参考，包括他做了创作的一些方案和想法，完全是被惊喜到了。被问如何评价郑中立，邓科插科打诨，有点害羞的感觉。幽默如科，也不吝赞美郑中立整个过程都很不容易。这么大的项目，整体的创作周期非常长，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，中立都扛下来了。他有自己非常坚持的东西。他是很爱笑的人，每次他一笑，就把压力和委屈化解了。前期与凤航节奏较为舒缓，有人觉得像清水煮白菜，但邓科认为这个故事本质就是一个职场女性偶然回归田园生活，努力工作之余不忘享受人生。这个内核不能变，毕竟加快剧情节奏并不难。前期他们也试图让编剧九路飞香写过其他剧情，但经过综合考量，还是选择了保留原著的田园风格，保留航云小院的岁月静好。这个决定让他们摆脱了仙侠剧开篇就宏观叙事的窠臼，也很契合现代都市人的情感诉求。无论是对剧中人还是观众，这都是一段美妙、温柔的、回不去的好时光。往后32集，对前6集的回忆量不小，那是一个单独的篇章。我们在美术、色调、配色上都做了一些单独的处理，就像我们回忆小时候，脑海的画面总是金灿灿、雾蒙蒙的。做与凤航，两位彻底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区，狠狠卷特效。邓科开玩笑，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工业化的制作，之后多大的特效量，我们都不怕了。郑中立告诉陶叨叨，做特效最难的不在于炫和烧钱，而是如何让特效更融合到人物和剧情上去。而且这个特效量不是一家特效公司所能承载，因此他们将特效分拆给了10几家特效公司制作。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，如何平衡不同特效公司之间的风格？邓科先是一遍又一遍跟每个特效团队讲概念，最后他们讨论决定，干脆建构一个专门的后期管理团队，研发出一套专属流程，把控所有人，我们哪里最弱，就把哪里补到最强。事实证明，这套流程行之有效。与凤航最终呈现的特效气势磅礴，恰到好处，成为继高燃唢呐之后的又一大亮点。每个难点都能逐个击破，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、底气。要问与凤航为什么能爆？抛开技术、技巧的层面不讲，邓科愿意用最朴素的4个字概括以情动人。毕业这么多年，他这次真切地理解了老师常挂在嘴边的道理。这个过程就像你认识了一位陌生人，从最开始的审视到逐渐了解，最后成为朋友，都遵循着现实主义的真实逻辑。现实主义是与凤航作为生活流仙侠剧的一大特点，也是郑中立一直想做的让人物落地、
让大家相信这个故事。他认为，任何古装戏都是现实主义题材，写的是人，是人性，找到人物现实落地的根基和底层逻辑，才能让观众感同身受。虽然看片无数次，他们还是会全程和网友一起追剧，和剧中人物一起笑，一起哭。看到大结局，虽然看过很多次，还是每次都很感动，郑中丽也还是哭掉了半包纸巾。但一想到网友玩梗邓科的科原来是客套的客，他忍不住笑称，网友真的很有才。邓科印象最深是网友评价他演的角色，没想到卖凤凰的小贩子竟然是导演。说到兴奋处，他难掩幽默本色，他们当时说一度有帅过神君，我真的会相信笑。主创团队要二搭，新力将深耕仙侠赛道。与凤航已爆，新力还将深耕仙侠赛道吗？郑中丽给到了毋庸置疑的答案。还会继续和邓科导演合作吗？当然。据悉，两人正在合作开发新 IP 项目《月都花落，沧海花开》。不仅如此，郑中丽还将与凤航原著小说作者九路飞香继续合作新项目《本如记》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项目名字叫《我不成仙》，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石静的小说，目前正在创作中。此前，郑中丽曾参与制作《流金岁月》等口碑项目，今年手上还有一部《玫瑰的故事》待播，和林更新算2度合作。剧中，林更新搭档刘亦菲饰演夫妻。当陶叨叨问起林更新在2部剧的变化时，他笑着表示瘦了一些。回顾与凤航的全过程，邓科很享受全新的尝试和突破。就比如开篇4分钟的长镜头，镜头以主观沉浸的视角带观众腾云驾雾，感受除夕夜的烟火人间。同时，在打斗戏份上也做了很多技术的创新。开场就让赵丽颖穿上环形威亚，带领观众跟随她一同旋转穿梭于九霄云外。故事很圆满，但对完美主义的他们来说，又怎会全然无遗憾？比如，团队前期想法多，后期因为预算和时间，还想要更多震撼的东西，做不过来。旋即，邓科又说，也不能称之为遗憾，你不可能在剧里无限的去做创作，你要做好平衡。郑中丽说，尽最大的能力，也接受所有的一切。如果要发一条告别短信，郑中丽想感谢所有遇到的人，也感谢大家喜欢与凤航。邓科则借用剧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，缓缓说道：“王爷、神君以及所有的角色，回家吃饭了。”与凤航独家对话 Q&A。 与凤航播得很好，会有庆功宴吗？郑中丽努力促成中。开播第1天，跟导演和部分在北京的主创一起聚餐，并同步追剧，肯定也会想组织所有的主创一起有一个庆功宴。这次挑战生活流仙侠剧，有打破2位的舒适区吗？邓科，从结果上看，大家觉得古装轻喜剧在我的舒适区，其实没有。以我的工作经验，一部戏拍完基本上已经完成80%了。但与凤航很长一段时间让我觉得有点体力跟不上，因为还有大量特效方面的工作没有完成。后来成立了一个后期的管理团队，把所有特效整合进来，我跟制片人就非常自信了。在挑战这种大的特效工业流程的影片，我们有一套自己研发的流程跟技术，就很从容了。郑中丽，整体来说，我们准备的时间算比较长，创作项目近4年，筹备了近2年，并且主演提前2个月就来到了横店进行训练、围堵等，也偶尔会有组织聚餐、聊天聊创作。与凤航剧组有爱、有秩序又很专业，这样的氛围是如何架构的？邓科，首先还是上梁正。我拍了新力的几部戏，整个公司传递出来的想做一部好戏的决心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合作伙伴。
郑中立非常懂女性向内容，提出了很多要求，让我们所有人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都会抱着一个要把它拍好的信心。我连着跟郑中立和其他新力制片人合作，也是觉得很纯粹，因为跟2位演员年龄相仿，我们拍戏的氛围比较轻松。除了拍戏以外，我们平常私底下也会聚，因为作息比较规律，有时候也约着出去打羽毛球，所以那几个月真的就处成了一帮很好的朋友，彼此都还蛮欣赏的。因为大家身上都有自己领域过人的本事，所以都愿意相互学习和依靠。怎么看待 CP、群像、营销对一部剧的重要性？邓科，项目上线的时候，大家好奇围观，围观之后，每个人觉得和自己最初预想的有一些出入，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会提一些疑问，再到中间相对平缓的过程，一直到大概30多集。所有人基本上一下子非常统一的去聊他们的爱情，聊我们的拍摄手法，包括去共情他们的生死离别。整个过程体验完，就像你认识一个朋友，从最开始接触一个陌生人，对他稍微有一点点的审视，有点嫌弃，最后觉得他是很好的一个人，跟他成为好朋友，我觉得就是以情动人。我们在现场拍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对他投入了感情。我有时候也会问几个主创，我说你们相不相信这个故事？虽然是一个仙侠的故事，大家还是说出了统一的答案，就是相信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它定义为现实主义仙侠轻喜剧。所谓的现实主义，是所有人的表演和我们对于剧情的一些反应，都是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逻辑。